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今天啊，看了一个叫北美访谈的频道。那我看的时候呢，已经有12K 的关注了，过万了啊！这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频道。那这个频道呢，介绍了一个中国青年吕先生吕光远啊，他先后用过3个国家啊，最终选择加拿大。我完整的看了，我感觉他讲的这个很棒，很真诚。能看出来啊，移民过程中呢，他是吃了不少苦的。吕先生呢是出生在河北啊，从小在北京长大。他是典型的北京移一代，和我是老乡，但我是北漂第一代。吕先生呢是在北京上学和工作，经历了典型的这种都市生活，但是呢，他的生活轨迹啊，并没有止步于此啊。随着年龄增长呢，吕先生开始思考啊，更多的关于未来呀、家庭这些问题啊。他毕业后呢，和妻子一起前往英国啊，这是他们生活的另一站。然而，在英国的生活对于两人来说呢，就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啊。他妻子呢是比较喜欢英国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而吕先生呢更渴望回国发展事业。这是一个家庭内部不同愿望的冲突啊，但是他们在婚姻中呢找到了平衡。2015年啊，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呢，也为了更好的让孩子获得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决定移民到新西兰。一个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而闻名的国家，可以说。那这位朋友谈到啊，决定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为了孩子啊，新西兰的自然环境更适合孩子成长；二是呢，自己想要更轻松的生活节奏，有时间陪伴家人啊，这和大多数人移民的原因是类似的啊，希望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并且追求生活的质量。一开始呢，他们是被新西兰的风光所折服，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们逐渐意识到，新西兰生活是相对的单调，娱乐和购物的选择有限，工作机会也不如他们所愿。当然，吕先生呢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移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决定，需要适应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最初呢，他需要做一些不是他最擅长的工作，以获取这个居留权，这就给他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同时呢，由于没有这个永居权焦虑和担忧一直就伴随着他。这使他明白移民的前几年是绝非易事，但这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阶段。2020年初新西兰的政策变化使他们申请永居的这个进程呢就陷入僵局了。不过呢，正在这时候他们通过朋友关系得知了加拿大这个永居的机会。考虑到孩子未来接受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多娱乐活动和购物选择呢，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决定再次踏上新的冒险之旅。这次的目的地呢是加拿大。在加拿大他们迎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这里的生活呢，节奏更快，娱乐选择多样，购物方便，而且他也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家庭收入呢也有显著的提升。他的妻子呢再次是比较兴奋的，而他们呢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加符合自己期望的生活。那吕先生呢分享了他在新西兰的体验尤其是对那里这个自然风景的热爱。他认为新西兰就像一个画中的仙境到处都是美不胜收的景色。然而他也提到新西兰的局限性，生活呢是过于平静，缺乏娱乐活动和工作机会。另外在视频里边他还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华人社区。在新西兰华人社区相对简单淳朴大家大多数都是工薪阶层，相对容易建立联系和友谊。而在加拿大社会阶层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交友呢相对是很难一些。这位朋友特别提到，在移民过程中，他感觉到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他说，从2015年移民开始到现在2023年已经7年多了。那这期间呢，他感觉自己在学习上的努力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学期间。平时呢，他需要主动的逼自己去学习各种新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像财务英语税务拍视频等等。他说呢，不断的学习已经成为他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无疑呢也给他带来时间上的压力，减少了陪伴孩子的时间。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付出。通过不断的学习，他逐步适应了生活和工作中的这种怎么说呢，心态的准备吧。移民到了一个全新环境，需要学习适应的东西是很多的，这需要
时间和努力。但通过不断的进步呢，终究呢会让生活和工作变得越来越上道啊，这也是移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挑战。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会让生活变得更好，这就是移民过程中你不可或缺的这个内在动力。那么当前呢，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呢正在逐渐削弱啊，各国都已经放开了边境限制啊，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移民潮。加拿大101认为啊，这对于有移民打算的朋友来说呀，这是个机会。但你需要注意啊，要有明确的自己的移民目的啊，这是提前做好语言啊和技能准备，以便更顺利的融入到当地社会。同时呢，要有心理准备，你要适应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环境。移民呢是一次新生活的开始啊，但是前期也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所以啊，有想法的朋友啊，要积极行动，要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移民梦，因为这是一段独特的啊，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专注于加拿大政策解读和移民故事的新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请您关注、留言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看我的更新信息。谢谢收看，再见。